我叫林秋实，林哥好，今年60岁，在这家公司干了28年，从3个人小作坊干到现在，账没出过一笔错。大老板说过，做得好，我是公司的定海神针。然而在我退休前5天，公司空降了个新总监。财务部最大的问题就是老人太多，效率太低。我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干活的，但是从今天起，过去的规矩全废。我只看数据，不看资历。以后所有人晚上9点前不准走，谁走谁就是不服从管理。特别是某些仗着年纪大就混日子的老员工，在我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养老。散会。这天，我像往常一样准时下班。林秋实，你要干什么去？下班啊，徐总监，5点半了。我刚刚在会上说的话，你没听见吗？今晚所有人留下来，把过去3年的账目全部重新按照我的模型梳理一遍。9点之前谁也不能走。徐总监，我的日常工作已经做完了，如果需要加班，请提前走公司的加班审批流程。你跟我谈流程？我就是财务部的流程，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打卡成功。林秋实，你这种老员工就是公司的沉没成本，再这样混下去，我会建议公司优化你。大老板半个月前还说，等我站好最后一班岗，要给我办个风光的欢送会。好的，总监。你说什么？徐总监只管按流程来就行，我都配合。公司花钱请你来是创造价值的，不是让你来当大爷的。如果连这点拼搏精神都没有，趁早给年轻人腾位置。支持徐总，团队就需要这种狼性文化。徐总说的对，坚决拥护公司改革。对那些没有价值的沉没成本，就应该坚决切割。林哥，邮件看见了吧？徐总这次可是动真格的，全公司通报。邮件看到了吧？看到了。这就是你不服从管理的代价。我查过你的档案，一个中专生，连个 CPA 都没有，也敢在财务部混这么多年。徐总监，公司早期的账不是靠着证书做出来的，是靠一笔一笔合出来的。少拿过去那套糊弄我！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今晚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加班，把过去5年的纸质凭证全部电子化录入我的新系统；要么你自己主动写辞职信离开。如果我都不选呢？林秋生，你真以为公司离不开你？你这种老员工就是公司的毒瘤。你要是不主动走，我就走流程优化，以严重违纪为主，你1分钱赔偿都别想拿到。好的，徐总监，您动作快点，我怕赶不上退休前到账。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等您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林秋实，既然你不想干了，现在就把工作交接一下，把公司的网银、优盾、税务密钥，还有所有银行的预留印制全部交出来。徐总监，根据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核心优盾以及印记的移交需要大老板的亲笔签字，并且要在内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你在教我做事，我是财务总监，整个部门我说了算。老板在国外考察，这点小事不需要麻烦他。林哥，徐总让你教你就教呗，你霸占这些东西这么多年，不会是账面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凑，怕被徐总查出来吧？小李，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造谣了？你要是心里没鬼，干嘛捂着优公不放？林秋实，我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命令你，现在立刻交出所有密钥，否则我就报警说你职务侵占。好，这些可以交给你，但是印鉴卡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需要双人持证才能取出。都什么年代了，还印鉴卡？我的新系统全部都是无纸化审批，只要有优盾就够了。去，把这些插到新系统上，下午就把这个月的供应商尾款和员工工资发了，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外企效率。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陈年赖账还留着占内存，历年账套备份，还有银行风控备案、申报口径说明、查账审计、调整口径都要有。我当是什么宝贝？我的新系统自带智能淘账，自动抓取业务数据生成报表，现在就删。所有旧备份、旧校账、老流程说明全部删干净，留着这些历史包袱，只会拖累新系统上线的效率。
对啊，林哥，徐总这套系统是国外引进的，智能的很，以后再也不用翻旧账本了。好，这才像话。财务部要往前走，就得彻底丢掉老一套。交接完了，你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走了。开除通知书我会让 HR 直接送过来。真开除了？这林哥不是老员工吗？老员工怎么了？徐总是海归，讲究的是效率，谁让你不加班的？杀鸡儆猴呗，以后谁还敢准点下班？大快人心，毒瘤终于清除了，财务部的空气都清新了。辛苦大家了，新系统已经上线，今天下午我们就能完成本月所有打款任务。今晚我请客，大家庆祝一下。林大哥，这是辞退通知书，徐总让您签个字。林大哥，您别太难过。我不难过，大哥高兴着呢。林秋实，离开这家公司，你这种年纪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了，这就是你不懂变通的下场。徐总监，字我已经签了，法律程序已经生效，希望明天这个时候你别哭着求我回来。求你，你脑子坏掉了吧？赶紧走！距离我60岁法定退休还有4天，距离公司每个月雷打不电的发薪日还有不到20个小时。那个只有我知道的大额转账，必须配合动态偏正器的老旧风控系统，马上就要发威了。你今天真不去公司了？不去了，人家昨天白纸黑字让我走，我再去不就成赖着不走了？那正好，难得你上午在家，中午想吃什么？清淡点吧，下午还要整理材料。公司的人，接吗？不急。这么急会不会出什么事？发薪日上午，出纳这么急着找一个昨天被开除的前任，你说能是什么好事儿？怎么回事？供应商尾款和工资代发都提交不了。徐总，银行端一直提示验证失败，好像是缺了动态口令。什么口令？我的新系统是国际标准对接，怎么会缺东西？再试一次。徐明，我问你，几个大供应商一早上电话打我这儿来骂，昨天说好今天到账的尾款，现在1分钱没见，还有供应商说你们账户状态异常，对方银行都提示退回风险了，你们财务到底付没付款？在处理，有结果会通知你。行，我等你回复。耽误了项目交付，违约金你们财务部担着。今天15号啊，工资怎么还没到账？以前最晚9点半就到了，我今天还房贷晚了要上征信的，你们人事给个准话啊！大家稍等，我马上问财务部。你不提醒他们？提醒过了，交接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录音里也有。昨天他们让我交 U 版，我交了；让我签字，我签了；让我离开，我离开。我现在再开口，事情就说不清了。徐总，销售部又催了，人事部也在问怎么办啊？你先回一句，就说款项已在处理，请各部门耐心等待。可我们根本没有付出去啊！让你发你就发，先稳住他们，我这边联系银行。什么叫处理中？是已经付款还是没付出去？供应商要的是银行回单，不是处理中。工资也是处理中吗？员工要明确到账时间，现在已经有人说要去劳动局投诉了。财务真正有底气的时候，会甩回单、甩流水、甩批量代发成功截图。只有仗打不出去又不敢承认的时候，才会让别人耐心等待。还在打？就这么晾着？急的是他们，不是我。徐明、徐总，这不是我一个部门的事了。昨天财务承诺今天上午到，我才敢跟供应商拍胸脯。现在到账户异常，钱也不发，货也不发，你总得给个说法吧？别私聊我群里说。现在业务采购等着这个结果。不会真出问题吧？那我们这个月的提成怎么办？昨天徐总监还说新系统效率翻倍，这翻倍就是工资都发不出来。林秋实，你接电话，现在很急，动态预令到底在哪儿？你昨天接优队的时候，手伸的比谁都快。徐明说旧财务拖效率是复核的罪行，现在知道急了。徐总，林秋实还是不接，微信也不回，继续打，打到他接为止。徐总，他会不会是故意的？废话，他就是故意藏着口令器，想看我们出丑。徐总，群里都在问我们要不要回一下。回什么回？越回越乱，先把账户问题解决了再说。供应商已经把话放这儿了，
12点前看不到尾款，下午原料车不进场，我们几个项目的交付节点都压着违约金，这个损失算谁的？通知生产部做好停线准备。艾特徐明，员工这边也需要明确回复。现在已经有人在问，如果公司今天发不出工资，是否属于拖欠工资？财务部正在处理，请各部门不要扩散恐慌情绪。徐总，供应商尾款没到账，员工工资没到账，这2个结果都已经发生了。如果下午前无法解决，人事部需要向员工发通知，请徐总确认通知口径。徐总，怎么办啊？慌什么？继续给林秋实打电话。只要我接了电话，他就可以把所有问题压回财务部内部，说是我没交接清楚，说是我故意刁难。我不接，所有压力就只能指向他，而不是一个已经被开除的林秋实。脸色不对，出大事了。基本户触发红色警报，要双向锁死了。先让他们自己炸一会儿。徐总，银行说总行从风控介入了，基本户马上双向锁死，资金只进不出，网银柜台代发公司全部行了。怎么可能？我的系统是国际标准对接，怎么会触发风控？客户经理说，咱们换了操作环境，换了批量接口，都没提前备案，系统判定账户被盗用，还要提交合同凭证、交接材料，法人到场才能解。慌什么？先别声张，你在部门小群里说一声。我不小心发到大群里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么点事都能发出去？我手滑了，徐总现在怎么办啊？什么事？徐总监，开后行的风控专员过来了，说要核实咱们基本户的异常操作情况。让他进来。现在在前台。你好，请坐。你好，我是开河行风控部的。咱们公司基本户今天连续触发3次红色预警，异常提交批量付款指令。按规定上门核查情况，请问你是？我是公司新任财务总监徐明，账户一点小问题而已，我们内部正在处理，还麻烦你们跑一趟。先核实基础信息，咱们基本户在我行备案的财务负责人还是林秋成先生吗？林秋成已经离职了，我是新任财务总监，负责人变更，后续会统一办。离职了？那今天的批量付款指令是用谁的权限提交？用出纳的权限提交的。我们新系统上线，统一调整了操作链路，更换操作环境、切换付款接口都没有提前向我行报备。大额批量支付的风控规则你清楚？什么规则我楼上早就过时了。我们新系统对接的是国际标准财务模型，风控算法比银行好太老旧，识别不了新的操作多。徐总监，咱们这个基本户开了27年，从公司初创就在我行。以前林秋实会计管账的时候，别说红色预警，连2级风控都没触发过。每次换操作人、换系统走大额，他都提前1周带齐材料过来报备，流程从没有出过差错。今天半年之内4次异常提交，操作人接口环境全换了，连备案负责人都已经离职，换哪家银行都会直接锁户。按规定，账户风控解除，需要备案的财务负责人或法人本人带身份证原件和银行预留印到柜台办理。你们尽快安排人，材料不全解不了。红色警报，银行说总行从风控介入了，基本户马上双向锁死，资金只进不出。只进不出？总监，那供应商的尾款怎么办？今天原料车要进场啊。尾款不到账，货就不卸，后面还有3辆车等着呢，耽误了工期你们自己担着。总监，原料车堵门口了，生产线已经停了1条，再等下去，下午全线都得停。徐明，你给我说清楚，基本户只进不出，供应商堵在大门口，生产线停了，几千万的订单违约金你担得起吗？这是临时技术问题，正在和银行沟通。徐总，办公区员工都炸了，好多人问是不是拖欠工资，还有人说要打劳动局电话，你必须给个明确说是。你倒是接呀！供应商堵着大门，生产等着原料，你跟我说沟通，跟谁沟通？沟通出什么结果了？银行说要法人到场，还要补齐交接资料和风控说明。大老板在国外，我有什么办法？交接资料
你昨天不是刚把林秋生开了吗？你说老流程全淘汰，新戏全搞定，现在人赶走了，烂摊子，你跟我说没办法。徐总，工资发放是公司制度盯死的，今天发不出去，员工真有权利去劳动监察投诉，到时候不是临时问题能解释得了的。我会处理的。你会处理？你拿什么处理？听着挺乱的，你别跟着上火。我上什么火？该提醒的我提醒过，该交接的我签过字，该录音的我也录了。现在该着急的本来就不是我。又怎么了？徐总，出纳那边电话一直响，销售部、采购部、供应商都在问，我不知道怎么回。回什么回？钱打不出去，拿什么回？还有事？徐总，要不然再给林哥打个电话吧。喂，林秋实，你到底在系统里做了什么手脚？徐总监，你先说清楚，什么系统？什么？你少跟我装糊涂！昨天交接前还好好的，今天新系统一打款，账户就异常，供应商的钱出不去，工资也发不了。不是你动了系统，还能是谁？徐总监，我提醒你一句，昨天上午你在公司群里通报我严重违纪。昨天下午 HR 把解除劳动通知书送到我手上，也就是说从昨天那一刻起，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你别拿这个堵我，你在公司干了28年，系统都是你管的，谁知道你走之前埋了什么雷？第一交接清单上有你签字，也有李军签字。第二，优度税务密钥，银行预留印件相关资料，昨天已经按你要求完成移交。第三，我现在没有公司账户权限，没有系统权限，也没有任何操作入口。你说没有就没有，你这种老财务最会留跑门。徐总监，你刚才说我在系统里做手脚，说我留后门，说我故意让账户异常，这些指控都很严重。你如果有证据可以报警，如果没有，请你注意自己的表述。哭什么哭？找他要啊！林秋生，我问你，动态后灵器在哪儿？什么动态号码器？你还装？李军说，新系统提交付款以后，银行端提示缺少动态后人验证，那个透领器，你保管的，你是不是没交出来？徐总监，昨天你亲口说我那套老流程是陈芝麻烂谷子，不适合你们国际先进算法。你也亲口命令我交出幽禁就可以走。我现在问你口令在哪儿？我已经被开除，交接已经完成，你们也签了字，公司账目现在由你们管理，我无权限操作。林秋实，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撇清，那个动态后航器到底在哪儿？你是不是故意藏起来，让公司今天1分钱都打不出去？徐总监，你刚才所有话我都听清楚了，你指控我做手脚，我已说明我被开除，交接完成没有权限。至于你现在说的动态运航器，请你回去查你们签收过的交接资料。林秋实，我最后问你一遍，动态后灵器到底在不在你手里？徐总监，我再提醒你一次，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交接也完成了。你现在问的任何公司账户问题，都跟我没有操作关系。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撇干净。挂了。嘴硬得很，就是不肯认自己的问题。别哭了，现在写一份情况说明，就写你在接受优备后未按规范操作，多次重复提交付款指令，导致银行风控锁户，影响公司工资发放和供应商回款。徐总，这怎么能算我的错？明明是您让我用新系统提交的。操作的是不是你？点提交的是不是你？优俊是不是在你手里出的事？现在账户锁了，你不担责任，难道让我担？你先把说明写了，把事情先稳住。等账户解开，我不会真怪你。要是写不好，下午解不了锁，所有的损失都得算在你头上。徐总，这说明我真写啊。那真要是银行追究下来，公司会保我的吧？让你写就写，先把销售部和人事部的嘴堵住。等账户解开了，这点小事还能真算你头上。可银行说要法人要备案财务负责人到场，我就是个初乱，
真要是有处罚，不会记到我从业记录里吧？你怎么这么多废话？真出了大事，你是直接操作人员，优机在你手里，提交按钮是你点的，你不扛谁扛？难不成让我这个财务总监替你背锅？凭什么？接优金是你命令我的，用新系统提交是你要求的，连提前报备银行我都提过，是你说不用，现在出事了，全推我一个人。你拿公司的工资出了事你不担着，交接单上是你签的字，系统操作记录全是你的账号，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你还说林哥的旧流程是垃圾，说他的风矿提醒是陈芝麻烂谷子。当初要不是你硬要跳过程序，账户能锁吗？轮得到你教训我？你当时不也跟着点头附和说新系统先进？现在出了事倒会翻旧账，我告诉你，这份说明你写的写，不写也得写，否则立刻给我滚蛋，工资赔偿1分钱都别想拿。李军，你现在是在问我业务常识，还是让我替你处理公司账目？我不是让您处理，我知道你已经离职了。可是徐总监现在说是我操作不当造成的银行锁户，他让我自己想办法。林哥，我一个出纳，我哪儿懂这些呀？昨天你接优盾的时候不是挺懂的吗？林哥，我昨天也是听徐总监安排，我以为就是换个系统，输个密码点个确认。他说国外那套系统能自动识别风险，根本不用管以前那些流程。所以呢？所以我就照他说的试了几次。第一次提示动态偷号不匹配，第二次提示企业身份认证异常，第三次就直接跳出风险拦截。后来网银登不上了，柜台电话也打不通，银行客户经理只说账户已经触发红色风控，线上权限全部暂停。林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刚才徐总监当着人的面说是我没核对清楚，乱输验证码才把基本户搞冻结的。他还让我写情况说明，说要追究我的责任。他让你怎么写？他让我写我在接手优杰后未按规范操作，导致银行温控锁户，影响公司工资和供应商付款。这话挺完整的，看来不是临时想。林哥，我怎么办啊？工资发不出去，供应商那边也在催，徐总监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我。李军，我能告诉你的只有常识。您说，我都记下来。企业基本户触发这种级别的风控，不是你们在新系统里重新点几下就能恢复的。线上权限被暂停以后，通常要走柜台核实。柜台核实要什么？要法人本人或者公司登记在银行的财务负责人带身份证原件到柜台，还要带银行预留印进，配合银行核实账户异常原因。具体材料以开户行为准，但这几样少一个都不行。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原件、预留印进。对。那我去不行吗？我是出纳，我拿着邮件去跟银行解释清楚。你不是法人，也不是财务负责人，银行不会因为你哭得厉害就把红色风控撤掉。可徐总监让我自己解决，他说这是我操作失误造成的，让我别把事情往上推。那你现在明白了吗？那我去，我是财务总监，我总可以吧？你入职才几天？银行基本户的财务负责人备案换成你了吗？你在银行留过身份证原件、签字样本和授权书吗？徐总，银行刚才也问了，说系统里登记的财务负责人还是林秋实。那不就行了？林秋实，你马上拿上身份证来公司，跟我们去银行办了解冻。解除通知书我签了，我跟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了。银行没变，更是你们管理失职，我没义务替你们跑腿。就算您人去也不行吗？还差2样东西。第一，动态后令器老账户柜台解冻必须配套验证。昨天交接我提醒过，不能和优杰分开，是徐总监说那是老古董用不着。第二，银行预留印证卡不是随便拿个公章、财务章就行，必须和银行留底完全一致。好险没钥匙呢，你不知道。我只知道位置，没有钥匙。
以前都是林哥和大老板一起开。钥匙呢？你交接为什么不交钥匙？备用钥匙在大老板手里，交接清单备注栏写的清清楚楚，你签过字的。怎么会这么麻烦？这是挂着全公司工资税前、供应商款的全账户，触发风控后，口领期备案身份、身份证原件、预留印议、保险箱钥匙，缺一样都解不开。大老板在国外赶不回，钥匙拿不到，印鉴卡也取不出来。你能不能先跟银行打个招呼，临时放开一笔工资款？总不能全公司都陪着耗着吧？徐总监，话别说反了，账户不是我动的，系统不是我改的，强行跳过旧流程的人是你们。林秋实，之前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我可以撤销对你的辞退通告，恢复你的岗位。你回来，先把账户解开，把工资和供应商款打出去。林哥，你就回来一趟吧，大家都等着呢。解除通知书已经生效，劳动仲裁我也提交了，不是你一句撤销就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现在既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公司授权，没有义务替你们去银行擦屁股。林秋实，你别把路走绝了。路不是我走绝的，是你们亲手把能开门的人赶出了门，所以别再找我回公司救急，我不会去。车间第2条流水线也停了，供应商放话3点前见不到尾款，直接拉货走，违约金1天20万。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要不我们现在向巡发局安抚一下？没能力就滚出公司，快点出来回话。具体几天？林秋实不是昨天才被开除吗？交接是不是有问题？本来就是交接的问题，他林秋风走之前故意藏着掖着，没说清旧账户的特殊限制，才搞成现在这样。对，他走的时候就没交代清楚，故意留了坑。林哥，他们说是你交接的问题，说你故意藏着掖着，说你没说清旧账户的特殊限制，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昨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提醒，是他让我闭嘴，现在倒成了我没交代，想把锅扣到我头上。先看看这些证据答不答应。知道了，我知道了。改最早一班飞国内的航班，现在就去办。好的，董事长。徐总，你快来看！啥？怎么会触发风险预警？账户冻结只是开胃菜，税务这颗雷才是真的要命。2条生产线全停，违约金1天20万，再拖下去损失根本兜不住。我只问2件事：账户为什么锁？税务预警又是怎么回事？老板，这真不是我的问题，是林秋生离职前动了手脚，在系统里留了后门，还把动态后码器藏起来了。他接手的时候态度就特别差，故意误导我，就是想看公司出乱子。林哥走的时候表情就怪怪的，好多核心的东西都没交代清楚。3件事赶在1天报，绝不可能是巧合。交接单呢？他交的都是表面东西，真正能用的口令硬件信息全扣下了。他就是被辞退了，怀恨在心，故意让公司今天爆雷。28年，我真没想到他会做得这么绝。报警，就说前员工恶意破坏财务系统，藏匿公司核心设备，让他们来查。刚泡的，温温的，正好喝。阿哲发来的，大老板到公司了，
箱子都没放，直接进了会议室。又在往你身上泼脏水。他们急了，开始咬人了。要不先关机，图个清静。不能关，他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可能有用。28年的抵账税务审计，哪一次不是我挡在前面？现在一句狠就全抹干净了。怎么啦？他们要报警，说我破坏系统、藏匿设备，性质很严重。这不是污蔑吗？让他们报，我怕什么？怕他们把证据送上门。大老板带徐明走了，应该去找你了。我陪你。不用，你在屋里。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到这个地步。你离职前破坏系统，还藏匿动态后令器，害公司账目冻结、税务异常，你知不知道这已经不是劳动纠纷了，这是刑事问题。既然你们已经把破坏系统和藏匿后领器的帽子扣下来，那就别在我家审我，有话等民警到场再说。行了行了，吵得我口干舌燥。你家饮水机在哪儿？我倒杯水喝。我告诉你，秋生，现在事情闹大了，你藏着掖着没用，民警来了也得先查你动系统的痕迹。大老板，那是我家书房，怎么我还能偷你东西不成？我就是看看你平时在家都记些什么账，免得你说不清楚。第一，我家全屋有监控，从进门到现在你走了几步，碰了什么都录得清清楚楚。第二，你未经允许私闯民宅，还试图翻动私人财物。等会儿民警来了，这一条我可以一并报案处理。第三，公司的账都在公司财务部，我离职时交接的明明白白。我家里的私人笔记跟公司没有半点关系，你没资格碰。你别血口喷人，我就是随便看看。是不是随便看看？监控说了算。民警到了。同志就是他，他离职前故意破坏我们财务系统，还藏匿公司核心口领器。现在公司基本户冻结，供应商堵门，工资发不出去，损失已经上百万了。同志，他在公司管了28年财务，最清楚系统漏洞，就是他怀恨在心，故意报复我们。好好的公司被他搞成现在这样。先别吵，谁报的案？我。报案内容具体说，一项一项来。关键财务设备具体是什么？系统哪里被破坏？损失怎么核算的？U盾还有动态后令器，他交了 U盾，但把后令器藏起来了。系统付款一直缺验证。动态后令器原本登记在谁名下？放在哪里？交接清单上有没有命名？同志，进来说吧。门口站着不方便记录。公司关键财务设备被前员工恶意藏匿，系统被人为破坏，他还趁火打雷劫，开口要180万。他就是仗着公司现在离不开他，故意卡着我们。一项一项说。关键财务设备具体是什么？U 坟还有动态透核器 ，U 币是谁保管的？什么时候交接的？有没有书面记录 ？U 杯昨天他离职时应该交给我们了。应该。你是财务总监，交接有没有清点？徐明，你说清楚。他交了 U8，但没有交动态后好器，系统今天提示缺少验证，肯定是他故意藏起来了。动态后好器原本登记在谁名下？放在哪里？交接清单上有没有便名？你们说系统被人为破坏，有没有技术鉴定？谁发现的？具体表现是什么？银行账户冻结和财务系统被破坏是两回事。
你们报案说他破坏系统，就要说明系统哪里被改了、删了、锁了，有没有操作日记，有没有技术部门的确认。新系统无法完成付款，申报端也异常。他离职前接触过旧系统和 U 版，有能力动手脚。有能力不等于有行为。你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他离职后登录过系统，或者离职前做过异常操作？警察同志，他还敲诈公司，公司出了事，他张口就要180万，不给钱就不回来处理，这不是敲诈是什么？180万是什么性质？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金额？他被公司辞退了，但那是因为他严重违纪，不服从管理。现在他拿公司危机要挟我们要赔偿。辞退有没有书面通知书？劳动关系解除时间是什么时候？他提出的是劳动赔偿，还是以不交还公司物品为由索要钱款？林秋实，现在他们对你有3项指控：第一，藏匿优对和动态口令器；第二，人为破坏财务系统；第三，涉嫌敲诈勒索。有材料可以出示。同志，这是昨天的离职交接清单，这里有徐明的签字。基本户有2个，税务数字政母1个，电子政务局登录密钥，银行网银管理员权限、付款复核权限，旧系统导出备份目录交接，接收人是徐明，日期是昨天上午11点26分。下面有2个人的亲笔签字。这是你签的？老板，他这个清单不完整，他只交了 U 盾，动态扣好器根本没拿出来，系统一直缺验证，肯定是他故意藏起来了。这是当天的群聊记录，徐总监10分钟内交完所有班和密钥。最后徐总监说交完就可以走，公司不需要低效老员工占着位置。U 盾密钥资料盒都摆在李军面前，是他亲手收进抽屉。之后怎么保管、怎么操作和我没有关系。系统破坏的指控呢？对方说你离职前动了系统。我离开前只做了2件事，把管理员权限转给李军，然后退出自己的账号，没有删数据，没有改参数，没有加任何限制。你说没有就没有。系统现在就是用不了。系统用不了不等于我破坏了系统。银行风控锁户税务端异常，新系统和旧账户对接失败，这些是操作后触发的结果，不是我离开前动了手脚。你早说旧账户有这些问题，公司怎么回事？我早说过，这是交接当天的录音，我为了自保录的。播放吧。闭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也拿出来说，中专生的土办法而已。徐总监懂先进系统。藏刺口令器我有交接清单，破坏系统我有退出日记，风险提醒我当面说过，是徐总监不让我说完。徐明，交接单是你签的，提醒你也听见了，你为什么跟我说他偷偷拿东西，故意破坏系统？你为什么隐瞒交接事实？还有一件事，我一并说明。林秋实，你还想说什么？这是我的劳动合同，我在公司工作28年，合同期限、岗位工资构成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是昨天人事送到我手里的解除通知，没有提前30天通知，没有协商一致，也没有合法依据，直接以严重违纪把我辞退。这是我今天上午提交的劳动仲裁申请，180万现违法解除赔偿，未足则支付年限补偿等项目，依法计算出来的诉求。不是我拿刀逼你们给钱，也不是我拿账户威胁公司，是你们违法解除在前，我依法维权在后。可他就是趁公司出事的时候要钱，这不是敲诈是什么？他明知道账户出问题，还故意提这么高的金额，就是想逼公司低头。徐总监，你是不是忘了仲裁申请在我接你电话前就提交好了？解除通知是你让人事送的，通报是你发的，严重违纪是你定的，怎么到了现在反倒成了我敲诈？这里有紧缺提交时间。解释劳动关系是公司做出的决定，公司有管理权，他不服从管理，不配合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辞退。公司有管理权，不等于可以把劳动争议说成刑事案件，赔偿金额是否合理，由劳动仲裁机构认定。同志，可现在账户被冻，供应商堵门，工资发不出来，这里面肯定有人恶意捣乱啊！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目前从双方提供的材料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林秋实实施了破坏系统。专业的说，藏匿公司财物或者敲诈勒索的行为，这件事本质是公司内部管理纠纷，加上解除劳动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可是他明目张胆，怎么解决？却不说故意看着公司损失扩大，这难道不是恶意造成损失？徐总监，我已经被你开除了，
一个前员工没有义务给公司提供无偿劳动，更何况我昨天就提醒过，是你让我闭嘴。后续如果有新的刑事证据，可以再报案。就目前材料，我们无法按刑事案处理，公司内部的责任划分，你们自行解决。告诉我，为什么隐瞒交接事实？我没有隐瞒，我就是觉得那些旧东西不重要，优牒密钥都交了，他那套老流程本来就该淘汰。我怎么知道那个破口敏器影响那么大？你不知道，你是财务总监，你不知道什么东西重要。国外的系统根本不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以为国内也能直接对接新模型，是他没把重要性讲清楚，他就是故意看我出错。你笑什么？徐明，旧口灵器你不知道重要，银行预留规则你不知道重要，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已经用你的新模型提交了企业所得税预表申报？什么预缴申报？徐明，你还做了什么？老板，这不是事故，这是我做的税务优化。我用新模型重新测算过，公司这个季度利润虚高，按旧财务那套保守方法要多交很多税。我帮公司节税是在创造价值。少缴税？徐明，你管那个叫少缴税？国际成熟企业都做税务筹划，你不懂新模型不代表它违法。核条的真实凭证完整，口径那个模型是不是为了压幅度利润，把3个月前已经崩废的老旧设备又拉回来继续计提折旧了？报废设备还能折旧？还有几笔跨年预收账目，合同、发票、银行流水全对得上。你是不是让李军按模型建议先挪到表外，下个季度再确认收入？那只是模型的暂估口径，后续可以调整的。你已经提交正式申报了，企业所得税预缴不是 PPT 里的模拟测算，点下提交，税务系统就收到了。预缴本来就可以更正，哪家公司没调整过？更正当然可以，但你一边把报废设备重提叠就挪走，硬生生把数据做成接近亏损，你觉得金税4级看不见？我没有偷税利税，这是算法给出的最优方案。国外都是这么做的，系统会自动避税。这里不是国外，国内税务查的是发票流、资金流、合同流、物流、申报数据，5流匹配。你所谓的自动避税，在金税4级的大数据里就是明明白白的异常。徐明，你到底用我的公司报了什么？老板，你别听他危言耸听，就是合理降低预缴金额，又不是年度核算清算，税务不会这么快就……怎么会？董事长不好了，税务所的检查人员刚到公司，说咱们这季度预缴申报数据异常，要当场核对凭证和申报口径。你先稳住他们，徐总监在我这边，他来跟核查人员说明情况。你好，我是公司新任财务总监徐明。这次申报数据异常主要是历史旧账口径遗留问题，前财务交接不清楚，很多历史遗留风险我们正在逐步梳理。徐总监是吧？我们刚调取了贵公司近28年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记录，唯独这季度报废生产设备重新计量得数，大额预售款项调出表外，2项调整都没有对应业务依据和备案说明，申报逻辑和历史口径完全脱节，这明显是近期新调整操作，跟历史旧账没关系。请你们公司备案的财务负责人或者法人尽快带上完整凭证资料到税务所配合风险核查。逾期不处理的话，我们会按流程启动正式稽查。林秋实，你能不能回公司一趟，把这笔账给我解释清楚？林秋实，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账户冻着，供应商堵门，工资发不出去，税务又亮了红灯。你最熟公司旧账，也最清楚以前的申报口径，跟我回公司一趟，把财务逻辑跟税务解释清楚。解释什么？就解释旧账、旧设备报废、预收项目、以前的申报标准，这些都是你经手的，你去说比谁都管用。对，你负责了这么多年，最清楚历史数据，你去说明是旧系统遗留问题，税务肯定能理解。大老板，你听清楚，我昨天已经被公司通报开除，解除通知已经生效，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交接清单刚才都看过。现在我不是公司财务，不是财务负责人，更不是授权经营人，没权限碰账务，没资格代表公司对税务做说明，也不能替公司去银行办理。不用你签字，你就陪我去一趟，帮我把话说清楚就行。抱歉，这也不行。口头说明也不合规，税务查的是公司是财务申报依据和凭证链条。一个被开除的前员工突跑回去是正式申报，不但没用，反而会让事情更难看。你就是故意见死不救！申报是你提交的，系统是你换的，U盘和密钥是你要求交给李军的，交接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现在让我这个前员工回去替你解释，不叫救场，叫重新甩锅。不是甩锅，
我知道徐明有问题，责任该谁担谁担，但公司不能垮呀！账户一动，税务一查，父母、供应商、员工贷款全得炸。所以更该由现在的负责人处理。法人是你，财务总监是徐明，出难是李军，谁在世，谁有权限，谁去配合。老林，算我求你，28年了，你从公司还是小作坊的时候就跟着我，账是你一本本建起来的。银行税务审计哪次不是你替我挡在前面？这次就当看在28年的情分上，最后帮我一次。28年，大老板。昨天徐明在公司大群公报我说我思想钢化，拖累改革，严重违纪，让我马上滚蛋的时候，你在群里点了赞。他说公司要狼性文化，不能养沉没成本，不能被老员工绑架，你也认可了。现在你跟我谈28年旧情，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算算，你认可的狼性文化和你亲手点过赞的那份通报羞辱。大老板，你刚才说28年旧情，那我问你，昨天他在群里这么通报我的时候，你不知道吗？我当时在飞机上可能就是随手点赞，这也是随手。他刚来就要求全员9点前下班，说财务部太养老。他当着全部门说我是沉没成本，直言中专生跟不上时代。他扣我绩效，拿危机逼我离职，把我28年的工作当成反面教材发在群里，这些你全都知情，还亲手点赞。别再说自己是被蒙蔽的。徐明敢这么放肆，不是他多懂管理，是他看出来你想借他的手除掉我。林秋实，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公司要发展，我从来没有阻拦过。你要换系统，我主动上交资料；你要培养新人，我手把手带教李军；你要流程电子化，我把旧账户所有税务口径整理得清清楚楚。我只是提醒你，财务不是喊口号的地方，银行风控不会因为它是海归就网开一面，税务规则也不会因为它会做模型就自动让路。可是现在公司真的撑不住了。你总不能看着28年的公司就这么垮了吧？这话你报警前怎么没想起来？你带着他上门，污蔑我破坏系统，私藏口令器，敲诈公司180万的时候，想过这28年吗？治安员还没细看材料，你就先把我当成贼。税务风险刚出现，你不查申报问题，第一时间就让我回去解释旧账，替你挡火。28年，我一直替公司守住底线，供应商催款，我按合同排优先级；银行抽查，我提前补全所有资料。税务口径有风险，我宁愿挨骂，也绝不往账上留隐患雷点。可我临退休换来的是什么？全员通报，扣发绩效，违法辞退，报警甩锅。老板，旧情不是让你无限透支的账户，你昨天已经彻底刷爆了。林秋实，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你是不是早就等着我跳进这个坑，第一天就知道会出事，却故意不说清楚？你故意让我接受，等着我冻结账户，搞出税务问题，然后看我笑话。录音、仲裁材料都是你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快退休的老员工，怎么可能准备的这么快？你就是设局毁我！交接清单是你勒令我当天签完的，优盾、税务密钥、网银账号，我全部按要求交给了李军。清单上有你徐明的签字，还有精确交接时间。录音是因为你当众辱骂我，打断我的风控提醒，我从未剪辑篡改，只是原样保存你的话语。仲裁材料更不用我设计，人事递出解除通知书的那一刻，你违法辞退的事实就已经成立了。那你为什么不拦我？你明知道新系统、银行卡、税务申报有问题，为什么不拦着我？我拦过，我提醒你旧账号有特殊风控，你让我闭嘴；我提醒你税务口径不能乱改，你说我拿陈年旧事恶心你；提醒你交接不只是拿 U 盘，你却说老员工的价值就是别拖新体系后腿。我只是按你的命令交接，按你的命令离职，再依法申请仲裁。徐明，你不是掉进我挖的坑里。不可能，这不是我的错。你是踩着自己的傲慢一步一步走进来的，可惜你输的不是我，是规则。老林，我家不谈公司账务，
也不接待报过警来甩锅的人，请你带着你的傲慢离开我的家。人走了。走了。老周，周转一笔就半个月，账户解开立刻还你，不是稽查就是一点小问题。董事长，合作银行回复，账户解冻前无法新增授信，设备抵押手续也无法办理，所有产权变当都需要公司配合才能推进。再打，把通讯录里能打的都打一遍。法务那边，林秋实的仲裁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法务反馈对方证据完整，我方胜算极低，建议优先协商稳住局面，避免新增纠纷。知道了，让法务先拖着。徐总，银行和税务都要签字说明，这个字我不能签。所有操作都是你的指令，模型也是你提供的，我只是出纳。你什么意思？想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我不是这个意思，但老板说谁执行谁负责，这个责任我真的担不起。我是财务总监，出事我自然会扛，但你别想撇干净。交接是你接的，提交操作是你点的，出事别想全身而退。到日子了。什么日子？退休的日子。穿这个喜庆，晚上的饭店我已经订好了。还是你爱吃的那家烤鸭店，给你好好庆祝退休。完事我们直接过去，我在门口等你。林秋实先生，您来了。不用，走吧，别耽误时间。本次调解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先由双方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再依规介入处理。林先生，这是公司首轮协商方案。考虑到公司账户冻结、经营承压，加之你离职存在部分交接遗留问题，公司愿一次性支付80万补偿款。签字后，双方再无劳动及民事纠纷。第一，交接清单由徐明、李军双人签字，优服密钥、账号权限全部交接完毕，不存在任何争议。若走正式裁定，违法解除双倍赔偿，叠加诬告侵权精神赔偿，总额只会超200万。仲裁裁决、税务处罚会公示在企业信用系统，直接影响招标资质、银行受限。80万，连法定赔偿底线都达不到，我不接受。公司只是对交接流程提出合理质疑，谈不上诬告。是否诬告由警方定性。你若认为80万方案合理，我们直接开庭，交由仲裁委裁决即可。我需要向公司领导请示一下。公司最终方案合计200万元，180万为违法解除赔偿金，20万为前期纠纷精神损失费，款项3日内到账，双方两清。您需撤回所有投诉及仲裁申请。违法解除的定性、赔偿明细都清晰落在纸面上了，白纸黑字，清晰属实。公司不再争辩事实，款项已安排加急打款，您现在即可核查。希望今日一次性了结。你们期盼的结果，终于轮到我来确认了。签完字，双方劳动争议就此了结，互不追究，是这个意思吧？没错，公司确认付款，您确认收款，后续双方彻底两清。前提是钱款成功到账。当然，当然。林先生，您收好，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麻烦不是你造成的，公司付出代价，这件事到此为止。
喂，林哥，公司和那几个人后续我跟你说。公司这几天彻底炸锅了，税务补税、滞纳金、罚款全部压了上来，数额大得吓人。银行账户想要解冻，还需要补签全套资料，两头受限，直接导致公司现金流彻底断裂。大老板卖了一套房，还在到处借钱。以前天天讲狼性扩张，现在狼性先把自己咬出血了。今天一早就开始裁员，销售、行政、财务、技术全部有人被裁。嘴上说是业务调整，其实就是公司撑不住了。我暂时还留着，但以后怎么样也说不准。你自己多留心，有变动早做准备。知道了，林哥，就是看着这帮人起落，感觉特别讽刺。李军呢？李军昨天被开除了，他哭着去找大老板，说自己全程按徐明命令办事。老板当场甩出交接签字、操作记录，说优币付款申报全是他的名字，他不可能毫无责任。他还托人要了您的电话，想道歉或者求您帮忙说情 ，HR 直接拒绝了。不用给他电话，有些道歉从来不是因为知错，只是因为输不起。徐先生，申报记录、参数调整、审批提交，系统日记里全是你的账号操作痕迹。你说系统自动生成，根本站不住脚。大老板已经让法务准备起诉他，追究重大忽视责任，而且这事儿在财务圈子里传开了。他以前吹的有多强，现在摔的就有多惨。林哥，退休快乐！谢谢。办完了没有？我已经到烤鸭店门口了。办完了。钱到账了吗？到账了，200万，1分不少。那我今天不点半只了，直接点1整只。你别舍不得。点，今天想吃什么都点。那你快来，别又磨蹭。好，我这就来。曾经有人说我老了，没价值了，是沉没成本。可我这一辈子走得稳，站得直，比什么都值钱。林哥，我今天在您小区附近办事，想请您喝杯茶道谢，不会耽误您太久。林哥，我已经从公司离职了。上周面试了一家实业公司的财务岗，昨天刚收到 offer， 下周1入职。挺好的，正规实业公司财务体系稳定，很适合年轻人沉下心积累经验。今天过来是特意跟您道谢的。面试中宴时，财务总监问我做财务最该守住的是什么，我当场回答：守住底线不越界，凡事留据，不胡乱背锅。总监说我的答案比很多从业5、6年的老会计都通透。这些道理都是我从您的经历里悟出来的。以前我以为会做账报税就是本事，看完您的经历才明白，比能力更重要的是守规矩、留凭据，不背不该背的锅，不碰不该碰的线。你能想明白就很好。职场做事，走得稳比走得快重要，走得平比走得巧更长远。去新公司好好干，本本分分做账，踏踏实实做事，比什么都强。这下总算彻底落定了。刚李姐打电话，老同事老客户自发凑了局，晚上给你办欢送宴，还不让你掏钱。这么多年的交情，还特意搞这些排场。你帮他们把关这么多年，避开无数风险，值得大家惦记。晚上我陪你一起去。大半辈子的职场生涯，到今晚才算真正画上句号。紧张吗？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上班这么多年，出门全是开会、培训、对接审计，从来没为自己走过。现在终于能给自己放假了。